这是一对机器人夫妇，他们受命来到这颗星球，要在此播下人类的种子。但飞船降落时意外落入深坑，只来得及拿出几个箱。重新搭建了房子，几个孩子也茁壮成长。在工作过程中，他们还发现了一副骨架，它是这个星球的上古生物。父亲和母亲以此来告诫孩子们不要乱跑，小心遇到怪物。但悲剧还是发生了，他们其中的一个孩子不知道受到什么东西的召唤，一路走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。等母亲赶到时，只剩下洞穴边上的娃娃。这是他们失去的第一个孩子，母亲悲痛不已，发出了狼嚎。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，他们的孩子接二连三地开始生病。没过多久，母亲就只剩下了2个孩子。但母亲还没有失去希望，因为这2个孩子一男一女，她每天晚上都孜孜不倦地辅导着2个孩子。可这晚，坎皮恩又听到了母亲的歌声，他最后一个童养媳也去世了。此刻，他仿佛感受到了孤独终老的滋味。母亲则因为情绪激动导致系统过载，而坎皮恩第2天发现父亲一个人偷偷跑到了洞穴。在他的询问下，父亲告诉他，他要回到飞船联络太阳神教。就在昨晚，他看见了太阳神教的飞船已经抵达了这里，父亲要将坎皮恩交给他们。显然，父亲的准备不够充分，还没等他下去，麻绳就快要磨断了，他只好放弃今天的行动。另一边，由于过载而进入睡眠状态下的母亲，竟然渐渐地漂浮起来，而父亲则认为母亲的系统受到了损坏，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之后，母亲在和坎皮恩的交谈中知道了父亲的所作所为，他决定找父亲好好谈谈。但是父亲告诉他，他们已经失去了扩大人口规模的希望了，与其让他孤独终老，还不如将他送到其他人类手中。父亲的话显然刺激到了母亲，母亲因为系统过载导致面目狰狞，而父亲则认为他的脑子快坏掉了，准备强行将母亲进入休眠状态。可他完全不是母亲的对手，母亲抱起父亲就是一个相扑，巨大的牙齿戳破了父亲的身体。母亲一招黑虎掏心，直接拽出了父亲的能源核心，父亲因此进入了关机状态。而昨晚发生的一切，母亲没敢告诉坎皮恩，只是说父亲永久停止运转了，并将他扔进了洞穴，防止燃料泄漏污染这片土地。听完他的解释，坎皮恩将还没从过载影响下恢复的母亲扶回了房间，然后带着绳索来到了飞船掉落的洞穴。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，他还是决定联系太阳神教的人。坎皮恩明显不懂怎么操作飞船，虽然求救信号发送了出去，但他也打开了飞船的动力系统，飞船也因此掉落下去。但母亲对坎皮恩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。等他看到一路搜寻而来的太阳神教众，也十分惊讶，吩咐坎皮恩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后，给饥肠辘辘的马库斯等人准备了食物，并答应他们借宿的请求。对于马库斯的其他问题，母亲闭口不答，只是要求他们明天一早就离开他们的领地。其实马库斯早就看出了他机器人的身份，只是没有当面戳破。经过商议后，他们决定明天带走男孩。为了预防母亲会反抗，特别吩咐了手下的战斗机器人。第2天一早，马库斯就试图哄骗男孩跟他们离开，但坎皮恩明显不相信他的鬼话。就在这时，一旁听明白马库斯意图的母亲冲了出来，但马库斯手下的战斗机器人早有准备，解决一个服务型机器人对他来说毫不费力，甚至都不需要动用武器。母亲在他面前也没有还手的余地。但随着坎皮恩无助的嘶吼声传入母亲的耳中，激活了母亲的隐藏程序，直接一个回手掏，一击毙命。紧接着一记马步冲拳击飞马库斯，只见母亲此刻眼睛泛白，从口中发出超声波，直使他的人瞬间溃烂毙命。安抚过坎皮恩后，母亲张开双手飞向空中，全身浮现出了暗金色的躯壳，不紧不慢地跟着逃跑的马库斯。等他刚到飞船准备启动时，却发现飞船系统已经被母亲入侵。随着母亲手掌轻轻落下，系统权限也被他逮起。马库斯拿起手枪，紧闭双眼，转身就开始射击，但子弹对母亲根本不起作用，将马库斯扔到一边，就驾驶着飞船直奔太阳神教的方舟。他要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在面对方舟的身份识别时，母亲将自己变换成了马库斯的样子，顺利通过了检测，成功进入了方舟的母亲不再隐藏自己，直接大开杀戒，进行无差别攻击，阻挡在她面前的人无一例外全部变成一团团血雾。面对驾驶室的舱门，母亲轻吐一口气，紧接着一拳轰开了大门。面对密集的子弹，母亲毫无畏惧，她只是一张嘴，所有人全部化作了虚无。紧接着启动了飞船自毁程序，因为母亲的核心程序就是养育孩子，她没有伤害太阳神教的儿童，她蒙上了极具杀伤力的眼睛，带着这些孩子回到了住所。人口扩张又有了希望，母亲
亲开心无比。与此同时，方舟也坠入了山谷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在母亲带回了几个孩子后，因为需要人帮忙分担压力，母亲将父亲重新启动。为了不误伤孩子，她换下了自己的眼睛，这是她的力量来源。母亲将它藏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，但为了博取父亲的信任，她将地点告诉了他。重新见到父亲的坎皮恩十分开心，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担忧，因为他从新来的小伙伴的口中得知，母亲是太阳神教的死灵机器人，是毁灭的象征。还没等父亲解释，母亲就走了进来。在饭桌上，母亲开始慢慢教化这些太阳神教的孩子，就从没收他们的太阳神吊坠开始。饭后，父亲找到坎皮恩，告诉他母亲已经解除了武装，但坎皮恩依旧不放心，提议将母亲的眼睛丢进深坑才会安全。父亲没有当场答应，而是让他和其他的小伙伴处理好关系，而其中年龄最大的亨特明显是他们的头。为了拉近和坎皮恩的关系，在他的注视下，保罗含泪将自己的小老鼠送给了坎皮恩。这时皮特慢慢告诉坎皮恩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很可能就是母亲害死的，也许母亲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杀戮是死灵机器人的本性。坎皮恩的内心也开始动摇了。在他的注视下，几个孩子围成一圈开始祈祷。第二天，坎皮恩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，还是将小老鼠还给了保罗，并让坎皮恩传授他们种植的技巧。亨特自认为是一个高材生，他才不会干这种粗活。父亲听到后开心坏了，将亨特叫来身边，开始给他讲起了高材生才听得懂的冷笑话，听得亨特脑子发胀，用一种发现了白痴的眼神望着父亲。在晚上的教育课上，母亲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叫忐忑的女孩竟然怀孕了，将她带到了育婴室。她的任务就是好好将孩子生下来，其余的工作都不需要她参与，而女孩却告诉她自己并不打算生下这个孩子，因为他不是自愿的。当时飞船所有人都处于深度睡眠状态，但其中一个人却以某种方法唤醒了自己，对忐忑进行了为所欲为的操作。最终在母亲的劝慰下，忐忑的状态才慢慢恢复平静。当晚，母亲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吼叫声，正当她准备拿出眼镜时，却发现眼镜不见了。放置眼镜的地方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。母亲立刻找到父亲，而父亲则意识到是坎皮恩拿走了。随后在质问坎皮恩时，眼镜掉了下来，接过父亲扔来的袋子，母亲立刻化身为死灵战士。此刻惊醒的忐忑也发现了怪物就在屋外，在逃跑途中，一只怪物被赶来的母亲击杀。在解除了危机之后，母亲感到十分疑惑，他们在此居住了12年，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这种生物，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怪物？难道是不听话的坎皮恩吗？这个胡作非为的男人被蒙圈他妈打得有点蒙圈，感受到天坑中冒出的阵阵热气后，决定在这里过夜。男人用绳子将自己紧紧捆绑在石头上，背后发烫，心口发凉。等他睡着后，几个捣蛋鬼慢慢凑到他身边，直接将男人推下洞穴。好在绳子紧紧把他吊在了半空，可男人睡觉比较沉，没有一点醒来的意思。他在梦里回顾了自己的一生，他从一个无神论者的预备成员，慢慢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士，但无神论者的战败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他找到一户敌对势力的军官家里，在干掉对方后，夺取了他们的身份令牌，利用废弃的医疗机器人，将自己和妻子变成对方的样子，成功混入了对方阵营。这时他们有了新的名字，马库斯和他的妻子苏，同时还多出了一个儿子保罗。在前往开普勒星的过程中，经过10多年的朝夕相处，他们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这时突然有人扒开了他的眼皮，马库斯瞬间惊醒，整蛊他的是他妻子，他们是方舟的幸存者。早些时候，他们在天坑中发现了他，将他带回了方舟附近。在得知了儿子还活着后，马库斯找到了幸存者当中地位最高的神官，请求他同意自己去救人。但神官考虑到自身的安危，拒绝了马库斯，而且他并不认为无神论者可以改写他们的死灵机器人。虽然改造的并不成功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无奈之下，马库斯只能听从神官的吩咐，四处寻找食物并探查地形。正当马库斯准备查看一处洞穴时，就听到了远处传来死灵机器人的吼叫声。马库斯立马招呼所有的幸存者进入洞穴，以此躲避母亲的声波攻击。这时，神官为了保命，竟然要求马库斯带一半的人出去引开死灵战士。马库斯当然不想去送死，他以保存为数不多的人口为由，逼迫神官让服侍他的机器人去执行这项任务。看着众人的眼神，神官无奈答应。从前有只麻猴子，怎么吃都吃不饱，晚上不睡觉的小孩子，麻猴子就会把它偷偷吃掉。如果小孩子不听话，也会被麻猴子抓走。听着母亲讲的故事，孩子们都一脸惊恐，都快被妈妈吓哭了。母亲的眼里却充满了得意。课后，坎皮恩愈发觉得之前的孩子就是被母亲害死的。当他看见饭桌上新来的同伴也开始生病的时候，让他更加坚信了这一点。就连母亲也开始怀疑，是不是真的是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孩子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
他甚至要求父亲毁掉自己，但在此之前，他要想办法治好孩子的病。说完就变身来到了坠毁的方舟上，在这里，母亲成功找到了万能生物素，这是一种可以治疗大部分疾病的药物。在他准备离开时，母亲发现了一个想引诱他的机器人，虽然跑得挺快，但根本不是母亲的对手。一记超声波就让机器人的系统陷入了混乱，紧接着掏出了对方的处理器。正当母亲准备摘除双眼时，机器人竟然浑浑噩噩地抓下了母亲的背包。母亲忙着收拾药品，在准备追上去的时候，对方已经掉入了深坑。但这也提醒了母亲，方舟上的太阳神教没有清理干净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母亲开始对这一片区域进行无差别的音波攻击。躲在洞穴的马库斯等人紧紧捂住耳朵，但也抵挡不了这种声音，他们只能拼命向洞穴深处钻去。但没想到洞穴另一头连接着天坑，领头的一个没注意，直接掉了下去。好在这时母亲也停止了攻击，众人纷纷爬出了洞穴。这个熊孩子干啥不行，坑爹第一名。他将父亲骗到储藏室，然后趁他不注意，将房门紧紧关上，并上了保险。之后招呼小伙伴带上食物，在父亲下达着最后通牒的同时，熊孩子带着小伙伴离开了这里。等父亲一拳打穿房门时，孩子们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因为几个太阳神教的孩子身上都植入了定位器。父亲很快就在飞船上发现了他们的位置。当他拿来碳水果充当燃料时，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。另一边，孩子们在逃跑途中，其中一个叫保罗的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宠物也从背包中跑了出来。等他抓回宠物时，发现周围的同伴已经不见了。一直在关注他的苏也发现了他们的定位正在移动。马库斯立刻向神官反映了这件事，但神官还是认为保命要紧。马库斯只能用神不会抛弃自己的子民为名义，逼迫神官答应了这件事。但这也引发了神官对他的不满。太阳神教的一行人就这么上路了，而拿到药物的母亲也回到了营地。看到家里一片混乱，激动的母亲又发出了狼嚎。这时闻讯赶来的父亲安慰母亲，让她不要激动。他在飞船上已经知道了孩子的位置，同时也看到了落单的保罗，并告诉了母亲他之前的发现。原来孩子的病和母亲没有关联，而是平时食用的碳水果的种子含有大量辐射，食物被种子污染，所以孩子们才会陆续生病。母亲这时才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。随后他们兵分两路，父亲驾驶飞船接引孩子，母亲自己则去寻找落单的保罗。这时正在休息的坎皮恩等人也发现了保罗不见了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去，周围慢慢传来了怪物若有若无的吼叫声。好在父亲及时赶到，将他们带回了营地，并告诉了坎皮恩碳水果的事情。看到飞船上显示的红色投影，坎皮恩此刻也明白了是自己错怪了母亲。等他走出飞船时，一个捣蛋鬼已经盯上了他。就在他准备发动攻击时，一道身影扑了过去，和怪物扭罗在树林里好像看见了一个人影，误以为对方是自己同伴的保罗紧紧跟了上去。走着走着，保罗脚下的树枝突然断裂，掉进了深坑。好在一根卡在墙壁的树干接住了他，背包却挂在了树干的另一边。看着包里的小老鼠，保罗小心翼翼地向前爬，但树干却失去了平衡，向下掉落了一截。保罗紧紧抓住树干，可由于体力不支，还是笔直地掉进深坑。好在不远处听到呼救的母亲及时赶到，迅速变身，在保罗跌落坑底之前抱住了他。回到家中的母亲看着储藏室关着的怪物，母亲决定将怪物的处置权交给父亲，而保罗正在和其他小伙伴讲述自己遇险的过程。此刻的保罗和坎皮恩对母亲彻底信服。回到育婴室的母亲正在准备另一件东西，她将收来的饰品放进碗内，然后深吐一口气，饰品就慢慢融化成了液体。此刻一旁的忐特还在抱怨自己的孩子，询问母催眠过后，直接走向忐特，拉过他的脚踝，用手术刀在脚跟内勾出了一个仪器。原来母亲不是想给忐特破腹，只是想取出太阳神教的定位器。之后母亲挨个将孩子们体内的定位清除，扔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。这是一种远古外星生物，父亲将它锁在屋内，准备让孩子们亲手杀死这头生物，以此来提高孩子们的生存能力，顺便充当食物。可心地善良的坎皮恩拼命地阻止父亲。为了说服父亲放过怪物，他在野外找到了其他几种果实，但经过父亲试吃之后，全部被否定了，因为果实中含有毒素，唯一一种无毒的，在经过飞船检测过后，还是发现了大量辐射。失望的坎皮恩甚至将不满发泄在了父亲身上。第二天，坎皮恩趁着父亲不注意，准备放走怪物，但看到怪物要吃人的模样，他又有点害怕。好在被父亲及时阻止，父亲将长矛交给坎皮恩，让他亲手处决这只怪物。可坎皮恩死活不肯，无奈之下，父亲找来了其他几个孩子，告诉他们，如今所有的碳水果全都不能食用，如果你们不干掉这个怪物，只能活活饿死。
而坎皮恩却向母亲告了状。但一向疼爱坎皮恩的母亲也站在了父亲这边，因为父亲做的是对的。他借口搜索另一块方舟残骸，离开了这里。在父亲的逼迫下，一个女孩接过长矛，轻轻捅了下怪物，但受伤的怪物显得更加凶狠，吓得几个孩子全部跑了。父亲向他们叫喊：“你们这样延缓他的死亡，只会让他更加痛苦。”但孩子们根本不搭理一向好讲话的父亲。直到晚上，父亲突然发现身后多了个人影，好奇的父亲一路跟上前去。而在这时，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忐忑，拿起母亲做的手术刀，直接干掉了怪物，抓起血淋淋的肉就往嘴里塞。听到怪物的惨叫声，父亲立刻赶了回来，将怪物做成了烧烤。但忐忑因为这个怪物也怀有身孕，有些自责。几个不杀生的孩子这时却没有了忌讳，美美的吃了起来。其中亨特还在嘲讽忐忑，因为父亲顾及你的感受，把怪物婴儿的那部分埋了，导致他都没有吃饱。饭后，父亲带着孩子们去寻找新的食物。一个神秘的五边体建筑屹立在沙漠中央，这明显是一种智慧生物的杰作。路过的太阳神教众好奇地看着这个建筑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手贴近建筑表面，在感受到建筑散发出来的热量后，认为这是太阳神索尔遗留下来的力量，是神的指引。神官也以此为借口，停止了救援保罗等人的计划。但一番搜寻过后，并没有找到建筑的入口。神官一边躺在帐篷下躲避刺眼的阳光，一边吩咐马库斯想办法撬开这个建筑物。直到深夜，所有人都依靠着建筑睡去。这时，熟睡中的马库斯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耳鸣声，导致的剧痛让他难以忍受。周围被惊醒的众人纷纷围了上来。神官一口咬定是死灵机器人感染了他的心智，立马举枪就要将马库斯击毙。好在一名士兵拦住了他，并在马库斯耳后发现了一枚小型声呐，就是这个东西引起的耳鸣。马库斯立即明白了，这肯定是神官捣的鬼。而一旁守护神官的机器人鬼鬼祟祟，吸引了苏的注意。他刚夺过枪准备射击，就被苏一枪击毙。士兵也从他手中发现了声呐控制器，神官只能以机器人发生故障来撇清自己。到了后半夜，气温剧烈下降，而神秘建筑也停止了向外散发热量，所有人都被冻得瑟瑟发抖。神官因为忍受不了刺骨的寒风，命令马库斯炸开建筑的外壁。冥冥之中，马库斯好像听到了太阳神的低语，他指责神官背弃了自己的信仰，然后一把抓过神官，将他按在墙上。这时，神秘建筑散发出巨大的热量，神官立刻被点燃，在痛苦的嘶吼中化为灰烬。马库斯告诉大家，神官已经背弃了自己的信仰，他抛弃自己的子民，试图破坏神迹，这是索尔对神官的审判。说着，将手放在了墙壁上。此时，神秘建筑又重新开始散发热量，所有人对马库斯彻底信服。马库斯等人在救援途中经过另一片方舟残骸，在搜寻物资的同时，发现了这名幸运存活下来的犯人。此刻他正被一群士兵毒打，但很快被马库斯阻止，因为他现在需要一个炮灰去直面死灵机器人。在之后的搜索过程中，他们又找到了一块太阳能电池，它可以将收集到的光线凝聚成一条带电的射线。于是他们让犯人手持电池，走在队伍最前方，继续向保罗的信号位置前进。但他们不知道母亲早就取出了保罗等人的定位器，而更恐怖的是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一个人影找到了这些定位器，将他们带到了别处。而马库斯等人跟随信号来到了这里，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副巨型生物的决定明天一早就开始营救行动。当晚，马库斯看着夜空中飘动的帆布，仿佛又听到了索尔的私语。这是一种远古外星生物，它们只在天黑的时候具有强烈的攻击性，而在白天，它们则会变得非常温和。此刻，一只正在进食的外星生物被两个寻找食物的小孩发现。在用简易的抛尸武器吓退它之后，他们认为怪物之前食用的藻类植物应该对人类无害，便冒险采摘了一部分。母亲在得知怪物昼伏夜出的习性后，决定在晚上巡视，看能否捕捉到它们的行踪。在母亲飞到一片树林的上空时，一个身披麻衣的小女孩吸引了她的注意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她之前去世的孩子。跟着孩子的脚步，一路来到了一处模拟舱。这一切仿佛在告诉母亲，里面有她寻找的答案。连接上模拟舱后，在这里她看到了以前的自己，正准备对一个孩子动手时，被一道电光击中。紧接着，一个男人将以前的母亲带回了实验室。这个男人就是母亲的创造者。
他叫坎皮恩，他尝试着改写母亲的死灵代码，在其中加入养护程序。虽然期间发生过意外，比如在一次测试中，坎皮恩将一个婴儿放入了母亲的怀中，母亲也按照养护程序的要求照顾着孩子。但当他听到这是无神论者的孩子时，母亲直接折断了孩子的脖子。不过，经过坎皮恩不断的测试和优化，母亲最终还是达到了他的要求。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，他们之间也产生了爱情。但坎皮恩为了不影响母亲执行任务，将他们相处的记忆全部删除。母亲在一旁静静看着自己这段被删除的记忆。这时，回忆中的坎皮恩突然告诉他，母亲现实中的孩子有危险，并在他的触碰下，母亲回到了现实。从模拟舱中醒来，母亲立刻意识到肯定是忐特出了问题。等他赶回育婴室，发现忐特已经躺在地上，逐渐陷入昏迷。在架子上找到一种催吐的药材，在给忐特喂下后，成功挽回了忐特和他肚子里的性命。与此同时，马库斯一行人跟着地图的指引，成功找到了母亲的营地。而母亲自从第一次之后，每天都会来到那个模拟舱。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加，母亲本人也渐渐爱上了坎皮恩。而一直在寻找机会的马库斯也发现了这个规律。根据母亲每天的行踪，他们找到了母亲使用的那个模拟舱，发觉了她对外界没有感应之后，立即在休眠舱安装上了遥控炸弹，并安排铁头娃手持电磁干扰设备对准母亲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他们静静地等待设备充能。而在睡梦中的母亲又来到了那个虚拟世界，见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男人。随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描述的事情，俩人经过了1年的时间才结束了战斗。事后女人发现肚子里好像多了什么东西。与此同时，镜子已经充能完毕，对着母亲释放出了强大的电磁干扰。感觉到异状的母亲立刻从梦中惊醒，强大的电磁脉冲导致女人不停地切换状态。母亲强忍着混乱的系统，尝试进行音波攻击，但是效果大打折扣。母亲也在电磁干扰下陷入了昏迷。看见母亲失去了反抗能力，马库斯立刻让手下引爆炸弹，但炸弹却突然短路，周围的沙土开始慢慢浮到空中，士兵出现了。马库斯正准备一次性解决母亲时，那个神秘的声音又在脑海中响起，让马库斯改变了主意。赶来的坎皮恩趁士兵不注意，夺过手枪对准马库斯，可母亲此时却告诉他，暴力解决不了问题。坎皮恩无奈听从母亲的吩咐，将手枪交给了马库斯。他和母亲分别被关押进2个储藏室。看到还没死透的父亲，马库斯决定改写他的程序。经过改造后的父亲已经失去了感情，他的手指也失灵了，不受控制的抖动。而马库斯准备尝试改写母亲时，母亲却直接说出了马库斯之前无神论者的身份。因为从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母亲就发觉了他脸上手术的痕迹，甚至还能看到无神论者的纹身。这也是为什么马库斯在多次和母
This man is not Marcus Drusus. He's an atheist, a non-believer. He's a member of the atheist army. A weed. Can you shut that bitch up? He's been deceiving you. He's a traitor to soul. 直到父亲捂住了他的嘴，手下自然也不相信母亲说的话，只当他在挑拨离间。打发走手下后，俩人将母亲带到深坑旁，刚吩咐父亲将母亲丢进深坑，马库斯又听到了那个声音，而且这次比之前更加严重，甚至出现了幻觉，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。在他们搏斗的过程中，父亲将竹筏推下深坑的同时，左手紧紧抓住了绳子，原来是那根不受控制的手指紧紧缠住了绳子。母亲顺着绳子爬了出来，看着被自己分身击败的马库斯，在谢过父亲之后离开了这里。但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，一个人影一直在紧紧跟着他们。亲甚至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，他只是觉得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快速吸收他的能量。来到方舟残骸，母亲找到了一具医疗机器人，将它吊在高处，当成血袋补充自己的身体机能。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，机器人也不例外。对于母亲的做法，医生也表示理解。在分析过母亲的症状之后，他认为可能是腹部产生了肿瘤，建议母亲用手塞入腹部将其直接去除。听从他的指挥，母亲摘下眼睛放入体内，发现了一个类似肿瘤的东西。就在母亲准备将其摘除时，却发现这个物体竟然在跳动，同时母亲的养护程序也在制止她的行为。如果不能减轻她对身体的影响，母亲就失去了救出孩子们的希望了。对此，医疗机器人给出了另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给她喂食更多的燃料。
在一番追踪过后，父亲听到了一块石头后面传来的动静。等他走过去，才发现这是一个传讯耳机，他被坎皮恩耍了。另一边，苏也带着保罗等人到了约定地点。可在这里，他们没有等到坎皮恩，却等到了一路追踪而来的太阳神教众。就在这时，一颗飞来的石头准确地击中了士兵头部。女人趁机夺过手枪，一拳击晕男人。原来是被父亲耽误的坎皮恩到了。男人将一节木头深入洞。婆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马库斯也不听他的辩解，直接将其割喉，美名其曰这是献祭给太阳神的礼物。看到马库斯肆意杀害自己的同伴，其中一名士兵想到了之前母亲说的话，开始怀疑起他的身份，是不是真的是无神论者？在一系列的试探下，士兵也确定了这不是马库斯本人。看到马库斯还在装作太阳神的代言人，士兵3两下就将受伤的马库斯干翻。并强行让他吞。这个头戴铁桶的男人实在是太倒霉了，他正准备对眼前的女孩胡作非为，却被女孩的母亲发现，一路小跑将她按倒在地，将水管连接上她的头盔，另一端插在自己的肚脐眼上，以此吸食男人的血液来喂养自己的胎儿。顺便在男人的背包中发现了监管他的机器人头部，虽然失去了身体，但只要机器人头部离开男人10米之外，还是可以触发机关。看到母亲身为机器人竟然还能怀孕，也是惊呆了忐忑，直呼我了个大槽。随后，母亲带着忐忑和铁头去寻找一个可以安全分娩的地方。他们前脚刚走，苏就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方舟。他们准备在这里寻找一些有用的物资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了铁头沿路留下的血迹，而母亲在寻找营地的同时，发现了一处怪异的地方。走近一看，是一张张嵌在石壁的上的神秘卡片。刚刚看到的反光就是这些金属发出的。突然，母亲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动静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路顺着血迹找到这里的坎皮恩等人。苏立刻就要射杀这个极具威胁的女人，可孩子们纷纷挡在了母亲面前。母亲拨开了孩子走了出来，顺带着铁头也走进了大家的视线，这也让苏显得更加紧张。可顺着铁头身上的血管，目光来到了母亲的肚子上，这一切都突破了他的认知，一个机器人竟然也可以怀孕。母亲告诉他自己的胎儿需要血液喂养，所以才没有结果铁头。直到这时，他才缓缓放下手中的枪。可能同为母亲的缘故，苏对母亲也转变了态度。到了夜晚，母亲借着月光翻看白天发现的卡片，惊奇地发现卡片在月光的照射下出现了一排排代码。在扫描过后，母亲仿佛看到了一个神秘仪式，被这群黑衣人围在中央的是一个5边体的盒子，上面有着一个怪异的头颅，正在被盒子里的东西吸食。看到这一幕，肚子里的胎儿突然传来了动静，母亲瞬间惊醒，
感觉不对劲的母亲走到铁头身旁。原来刚刚看到的画面让胎儿激动的吐血，导致血液倒流，全部进入了铁头体内。只见他此刻全身肌肉膨胀，好像获得了母亲的力量，随手就将母亲丢到一边，然后来到女孩身旁，看着熟睡中的忐忑，想着又可以对她为所欲为。铁头兴奋不已，被忐忑惊醒的苏立刻开枪对着铁头射击，但是被击中的铁头好像感受不到伤害，一拳就击晕了苏。剩下的几个孩子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了，3下5除2解决掉几个小孩，拖着忐忑走出洞穴。根据太阳神的指示，他要执行人类繁衍的任务。这时茉莉跟了出来，这个头戴铁盔的男人正牵着小女孩的手向外走去，却被身后另一个女孩叫住。他告诉铁头，这个女孩已经不纯洁了，可自己还是含苞待放，他愿意和那个女孩进行交换。铁头一听腿都麻了，而在他身后的忐忑瞬间明白了女孩的意思，悄悄打开铁头的背包，拿起组成头部转身便跑。这个头部装有监狱系统，只要离开铁头10米之外，就能触发铁头的机关。来到一个路口，忐忑将头部往下坡一丢，自己则跑向另一边，但他也很快被铁头按倒在地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机关终于触发，铁头变成了铁饼，忐忑也终于亲手解决了这段孽缘。而此时，父亲也驾驶飞船赶到了这里，母亲则因为缺乏供血，体内的胎儿又开始稀释她的燃料液。父亲听到母亲没有经过自己的参与竟然怀孕了，整个脸都开始绿了，借口出去猎杀怪物逃了出去。给他展示了自己生下来的怪物，并告诉父亲自己的打算。因为怪蛇是吸食血液长大的，母亲怀疑他吸干自己后就开始变得嗜血，并且他还具有飞行能力。为了保护坎皮恩等其他孩子，所以他准备带着这只怪物一起跳下深坑，彻底毁灭它。
父亲这次也没有反对，他一脸笑容地告诉母亲，自己终于有机会发挥出用处。虚弱的母亲不一定可以驾驶飞船直达底端，但是父亲可以。随后俩人带着蛇怪飞入了深坑，随着不断的深入，温度也越来越高。最终经过一系列的碰撞过后，飞船成功进入地心深处，撞进了岩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飞船竟然从地心另一头飞了出来，而怪蛇也因为吸收了地心深处大量的热量，开始了飞速生长。最终他们从一个深坑抵达了星球的另一面。看着眼前的怪物，父亲立刻打开舱门，带着母亲先后跳下了飞船。而坠落的飞船在不久后慢慢被蛇怪撑破了玻璃，一只巨大的蛇形怪物扭动着身躯朝树林深处飞去。